王爷，属下刚才替姑娘把了一下脉象，姑娘的末脉之毒未解，赤福子的药性使中毒的表征消失了，只是缓解了毒发，为她换得1年之期。赤福子本可解毒，但是梅林姑娘的体质与常人不同，想必在流浪时为求生计，食过太多腐物，伤了身子。若为了解毒再服用赤福子，会即刻暴毙身亡，没有解药。赤福子带来的希望只是虚妄。是否还有别的办法？属下可为姑娘配制解毒药方，需要许多珍稀药材，找其绝非易事。尽快找，需要什么尽管问。姑娘只有1年之期，就算解药配制成功，她也未必等得到啊。若等不到，那便是她的命数。王大人，殿下还在寺内抄经，任何事不得扰。王大人怎么也忘了规矩啊？好。殿下。殿下，文华阁全都烧没了，张印也被烧成了灰烬，就只剩下这根玉扳指。此人当年就该死了，殿下留他10年寿命，他也该知足了。老三呢？啊，景王的人赶到文华阁的时候就已经晚了。张印这一死，景王手里的证据也就死无对证了。可惜啊。文华阁这么多珍宝，因为一场大火付之一炬。想当初建成的时候，我和老三还进去偷过一把战云剑呢。三弟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本宫还是希望能做回你的大哥。皇上。朕输了，也是难为你了。每次和朕下棋，都要多分出3分心力去算，究竟要差朕几个子。陛下明鉴，陛下棋力雄劲，每落一子都纵览全局，而外臣却只纠结于一边一角的得失，终究是外臣棋力不上，故而每次输于陛下。公子不日即将离京，朕恐怕再难找到如公子这般的棋友。不过朕一直有心事萦绕，难以成眠。也只有公子回了西燕，方能解。外臣新近做了一些香粉。具有安神之效，愿能为陛下解暗毒之法。快点上。有梅花的清香。此香名为雪中春信。是臣照着东篱居士的香方做的，正月里的梅花积雪所化之水，再调以沉香、松露、零陵等10几种香料，揉捏捶打7期49天而成。琴棋书画、簪花斗鸟、酿酒之香，整个天底下就没有你不会的。外臣所得，
不过是些无大用的消遣，承蒙皇上太爱。可臣回了西燕之后，又能做些什么呢？大燕和西燕两国长久交好，是朕的毕生所愿。朕有止战之心，西燕有和平之意，这仗就打不起来。公子回西燕，能做的事可不少啊。臣愿为两国和平竭尽全力。临走之前，外臣还有一奏：事关和亲美人的分赏，或能消弭两国隔阂。大燕乃礼仪文化之邦，而美人们大多出身于尚未开化之地，对言文言俗知之甚少，一生误解。外臣以为，鸿胪寺的美人们若能先行习文，再而分赏，或能互生理解，不负两国交好之初衷。此法甚好。皇上若信任臣，外臣愿为美人教习，竭尽弘扬大燕文化。待美人们进学完毕之后，外臣再回西燕也不迟。朕知道你担心燕妃，可燕妃是两国和平的象征。只要大燕和西燕交好，燕妃便能在大燕终老无恙。不过念你们兄妹难得相聚，朕与你统领鸿胪寺教学事宜，待和亲事毕，再回西燕。外臣定不负皇上所托。外臣告退。越近公子回西燕，燕妃就再难见到他了。3日后，鸿胪寺开学，让燕妃去鸿胪寺看看吧。是。一颗死棋，竟然走出了活路。王爷，文华阁已经烧成废墟，尸首难辨。毒真的解了？你在文华阁究竟看到了什么？王爷，我看到了暗场主人。暗场主人？他说，王爷已经查到了他参与青州之事，要求所有的默脉死士停止行动。你看到的，是不是一个眉骨有疤的中年男子？他是谁？兵部尚书张印。张印，他就是真凶。他没有死在文华阁，他从密道逃走了。所有的默脉死士都穿了灵衣，显然是遭人灭口。在文华阁纵火之人，是不是和青州屠城有关？本王也在查。张印他为何要在青州纵火？青州一战，本王革了他的职，他怀恨在心。他想杀王爷，可以派很多个像梅林一样的默脉死士执行任务，可他为何要拉着10万个无辜的青州百姓陪葬？本王也想知道。要杀本王尽管来杀，何必要拉着无辜的魏北军将士陪葬？凭借此物，会有人接应你。多谢媚娘。
香树，树是微苦，可治血生津。魏北将军他是被冤枉的，他不该死，该死的人是你，暗藏主人。小花，跟我回家吧。花在这儿。北境雪莲仙丹皆败毒，南阳赤福子皆败毒。不必找了，赤福子本王找到了。如何？我都记起来了，我是出了文华阁才致幻的，那个女人不是幻觉。芍药花不是此芍药花是画上去的。那个女人的脖颈之处，必然是有明显伤痕，所以才会用芍药花当做障眼法。人接着找。赤福子，王爷也去找了。本王好不容易把你从赵狱捞出来，死得太快了，岂不辜负了本王的一番心思？以后若有要事，用这个联系本王。整天往鸿胪寺跑，像什么话？父皇，儿臣整日在王府待得闷得慌，去鸿胪寺看看万花争艳，倒是能得些乐趣。只不过一个美人而已。恐惧此人心里到底存着怒对，还是得小心防着。你是不是又欺负落梅了？父皇此言何意啊？他刚换房回京，又自行去了西郊卫所。哎呀，父皇，殷将军一心为大燕练兵，儿臣岂敢打扰啊？说起落梅与女，也算是青梅竹马。啊！儿臣拜见父皇。大哥，父皇，您快换个棋友吧，儿臣真不是您的对手啊。你以为你大哥跟你一样闲啊？文华阁的事调查清楚了吗？清楚了。意外？是，那夜天干风燥，文华阁奴才忘了关窗，让风吹倒了烛台。阁内都是些字画易燃的宝贝，发现走水时已来不及。这张印大半夜的去文华阁做什么呀？礼部侍郎周玉是他的同乡，这两人一拍即合，密谋吸烟贡品。谁知遇此意外，张印贪财，心有不甘，冲回去，才被困在火场。这些是周玉的口供。一个二品的大员，弃于贡品，舍命不舍财，有意思。三弟说的有理，但是张印常年待在军营，捞钱的法子少，回京到任兵部，一时眼浅丧失定力，也是有可能的。太子，这就是你提拔的人。父皇，玄烈用人不察，望父皇降罪。罢了，还嫌不够丢人？张印和周瑜的事儿，你看着处理吧。谢父皇。
吸烟贡品意外被毁，玄烈有责。儿臣自请协助乐琴公子操办鸿胪寺进学事宜，以示请罪。父皇，儿臣也想去鸿胪寺帮忙。不许假公济私。父皇，三弟熟悉和亲使团事宜，我相信他能帮得上忙。是啊，父皇，有大哥帮忙看着，你还不放心吗？好，看到你们兄弟两个和睦，朕心甚慰。朕记得你刚学步的时候，就撺掇你大哥去御书房偷拿朕的朱砂，兄弟两个对掌相印，糊了荣安殿满墙的掌印。还是父皇记性好。哎，我去看过你的小手印，现在都还在。父皇思念母后，荣安殿如今一切皆照旧制。如今老三回京了，你们兄弟两个去荣安殿看看吧。是，10年了，母后，你终于等来了三弟。那绣架是我不小心打破的，谁知母后不由分说，便打了你一顿。德嘉皇后怜我生母早逝，在我们兄弟之间总是更偏心我一些。你总说大哥让着你，有母后这份恩情在，我又怎能不让呢？大哥若执意相让，不如让出这储君之位如何呀？老三，别太放肆。怎么，大哥演不下去了？你心里不痛快，胡言几句，大哥不和你计较。往后，只要你还愿意叫我一声大哥，本宫可以一直做你大哥。唉，这兄友弟恭的戏码，太子就不要再演了，本王也演乏了。那景王还想说什么？张印意思，这一局你赢了，但是没有人会一直赢下去。看来你回京果然是为了夺嫡。一个夺字太脏了，太子脱口而出，看来是深谙其道啊。装了10年瘸子，还处处上苦肉计。景王的手段也不输本宫，可惜大言的储君，怎么样也轮不到人屠将军来做。究竟谁才是人屠？你我心知肚明。你知道母后是怎么死的吗？当年青州一事传回昭京，德嘉皇后上延明殿脱簪请罪。她临死之际，还在为你绣屏风请罪。皇后是将门出身，以保家卫国为念，却生出一个残杀百姓的儿子，她深以为耻。
他是因为你，才一语而终。一个连母亲都认定的罪人，有什么资格跟本宫争啊？罪人，是非曲直，岂是只有银角说了算？你从本王手里夺走的，本王会原封不动地拿回来。到时候，谁是罪人，自有定论。殿下，殿下，出事了！说，那夜文化阁跑了一个女人，追到鸿胪寺便不见了踪影。此人身上是吸烟功夫。为何现在才报？是属下管教不严，地下的人怕担责，以为可以瞒过去。是没做干净，擦了也于事无补，有眼睛都能看到。属下认罪。行了，起来吧。谢殿下。那女人是火烧文华阁的人证，找到她，不要留下证据。那个女人被火箭伤了手腕，找到她不难。可如果她是吸烟美人，不管她是谁，文华阁之事。但凡有人多长眼睛，就不需要留脑袋。这件事让尚嬷嬷去办吧。是。等等，近日夜里冷了不少。本宫新的那件银雕狐裘，送去西郊军营，给殷将军。哎，你亲自去送。明白，属下即刻去办。这刺绣也太难了。是啊，拿针比拿刀都难。上课了，走了。快些，走。还是没找到有伤疤的人。刺绣乃是大颜女子必学之技，我朝德嘉皇后便是闻名天下的错针绣大师。这幅训子图是德嘉皇后生前遗作，礼部把绣屏请进鸿胪寺，就是为了让大家用心观摩，以先皇后为楷模。事事追求精进。哼哼哼！快投降！快投降！还不投降？景和，不可。大颜将军的刀只能杀敌，切不可将刀口对准亲人挚友，更不能伤害无辜的百姓。记住了吗？嗯。美人们先好生观摩。训子啊？训谁啊？景王的生母便是德嘉皇后，训的是景王轻舟屠城之事。他们都说德嘉皇后是被气死，是母亲替儿子受苦。刀口不准对向百姓，这些明明都是您教给我的。
可是为什么您到死都不信任我，都还在替我求情，替我认错？持针稳准，皆是万力之功。拿得稳绣花针，就要举得起千钧石。想挣前程的，就别偷懒。利在弊处，不在万处。哎，怎么回事？你这伤，不像方才勒的。是啊，这是我前几日不慎烫上的。罢了，你先下去休息吧。学艺不急于一时，别留下疤痕，耽误了美人分赏。是。带他下去休息吧。是。美人因损坏先皇后遗物而畏罪自尽，记住，事要做全，切勿露出破绽。进去吧。王爷，别出声。放肆！王爷，王爷。这扇绣屏是德嘉皇后最后的心血之作，风物生瑕，乃是对先皇后大不敬呢。老奴定会将罪人严惩不贷。尚嬷嬷打算如何严惩啊？此女对王爷心怀恨意，所以才会破坏先皇后的遗物，不杀，不足以表明正理。是吗？可本王却瞧见是只不长眼的野猫往绣屏上扑，美人为了阻拦野猫，才误伤了绣屏。幸好本王在场，美人不必背负污名。王爷明鉴，梅林不敢不敬。野猫，没错，是野猫。他们两个也在场，也可以作证。哦，若不是野猫的话，那便是本王眼花了。难道是你们故意毁坏绣屏？是野猫，是野猫，王爷明察。这两个奴才奉命看护绣屏，
却懈怠偷懒，杖责30。谢王爷。念及美人是无心之失，着其进左景王府，本王要亲自看护，修补秀平。补好之后，便可功过相抵。王爷，秀平损毁，自是应当全力修补。只是这秀平尊贵，不宜再轻易搬动。不如将犯事者就地禁足，修补秀平。鸿胪寺禁学，乐琴负责监管事宜。美人之失亦是乐琴之过，皇上太子若有问责，乐琴愿一力承担。公子既愿担责，那本王便将美人与秀平一并交由你看护。若再有意外之事，本王只管找你。王爷无需多虑，这是在下分内之事。既如此，都散了吧。谢王爷。多谢王爷相救，屏风我一定会尽力补好。修补秀平只是个借口，你不必在意。你踏实的待在这儿，若有需要，本王会来接你出去。